黑灯普拉斯。那想挑战这2位朋友的就站到身后。命中注定的组合，跟你们讲不清楚，你们不懂。他们不懂。哎，我们俩和节目组对抗，对抗路友谊赛，打得开心一点嘛，我也不会打出什么脑浆。对，脑浆。我看不过你，我就往你太阳穴上面捶一拳。普拉斯拉完了。斯里兰卡人讲段子都比你好笑。我再也不去斯里兰卡。嘿嘿嘿，噔噔噔噔噔，你淘汰了。我觉得他赢，我觉得斯里兰卡人那个挺好笑的。第一位要上场的朋友，他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一直盯着很多无障碍设施的问题。这一次他又盯上了什么？掌声欢迎黑灯。嗨，晚上好，我是黑灯。上个月有观众看我演出买票被骗了100多万，碰到骗子了，做了一个假的大麦网，几乎一模一样啊，说要身份验证一下，跳到支付软件扫了个脸，10分钟169万，169万就为了看我一眼，你感觉给我都能把我治好了，我都能看他一眼了。这个数字啊，是他朋友发私信告诉我的，说钱大概是追不回来了。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，你上节目写个段子宣传一下。我说这宣传了个啥呀？这有个人特别有钱，还很好骗，是吧？我说这样吧，因为你这么说的话，没有帮助到他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是想弥补他一下。我说这样吧，以后让他别买票了，我这辈子所有的演出，他可以免费来看。他说你人还挺好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这辈子还想不想看演出。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就他本来是有票的，也是2手收的，到入场之前那人把他割了，说不卖给你，我自己要看了。他在剧场门口想收一张票，再搜到那个骗子那儿去了。我想有没有可能前面那个人也是骗术的一环啊，对吧？有可能在我开票的时候他就开始布局了。哇，真的骗局太精妙了，不得不说他还非常懂脱口秀，他还知道谁的票紧俏一些。他是卖刘仁成的票，没人上当。骗子可能是最希望脱口秀这个行业好的人，他巴不得所有人的票都卖完了，他没准会给我们刷好评，说家人们小北的专场好评如潮，一定要来看啊。我写段子的时候，我去搜了一下，我发现一个数字真的震惊到了。说00几年的时候，你要能编出一套能骗到人的这个电诈剧本，能卖100万。10多年前了，你搁现在得300-400万了。这就是中国最顶尖的编剧的价格。细思极恐啊，朋友们！因为过去这几年电信诈骗最猖狂的那几年，正是影视行业走入寒冬的那几年。会不会最好的编剧早就去东南亚了？剩了些3流的编剧，你去看电影吧。你去电影院，你看有的电影得看1个小时，你才发现被骗了。这边剧情多快呀，10分钟啊，对吧？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太可怕了啊！而且你发现每一个那个电诈的话术啊，也特别像一个精彩电影的开局。说恭喜你中了一张豪华游轮的船票，泰坦尼克号。啊，说赶紧来一趟，你儿子在海边失手把人给打死了，哪吒。而且现在会根据你泄露的隐私给你定制专人的剧本。我们的隐私泄露的太严重了，就都是这些平台泄露出去的。以前你想一个 ID 就能注册了，后来要你的邮箱号，要你的手机号，要的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过分了。我前几天点开一个 APP， 它要查看我家网络上的其他设备。
你干什么？你一个放歌的软件，你干什么？你摸我家冰箱干啥啊？那黑胶是看上我家的牛柳了吗你啊？都是他们泄露出去的。我觉得平台就应该负起这个被骗的这个责任，你们应该全额承担，对吧？甚至我注册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先发给我一笔钱，我到死没被骗，钱再还给你，对吧？你都搞什么超前点播了，超前赔付怎么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没人听我的，就是，我就自己想一想，就怎么办呢？一遍一遍跟大家讲，买票一定要小心，不要相信什么领导票、内部票都是骗人的。一场演出不看不会死的，错过就错过了，错过了你就等。好的演出肯定还会返场的，不会返场的垃圾错过省钱就是。你真要有那169万，直接给我，我可以上你家给你演，我能把你家冰箱都演燃起来，你信不信？没办法，只能一遍一遍这么讲，因为反诈真的很难做的。这么多年，我见到过一个反诈宣传，在杭州看到的，小区楼下拉个横幅说3号楼王先生裸聊被骗28万，这个真能教育人，但只能教育到王先生一个人。王先生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裸聊了，但小区其他人不会觉得，他们不会觉得，只会觉得好笑，只会觉得王先生不会裸聊，我裸聊肯定没事儿。谁能不被诈骗呢？对不对啊？谁没人敢保证，我只能敢保证我不裸聊，我裸聊都不知道干啥。我的观点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，没有人不会被骗，你只是没有碰到适合你的那个剧本。我调查一下，有没有那种朋友觉得自己这辈子绝对不会被电诈的？鼓鼓掌，我听一下，有没有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盲目自信的朋友？你们是最容易被骗的人。跟你说录综艺，给个链接你就敢往里点啊！陌生手机给你打电话，你真敢接呀？你们胆子是真大呀！吓不吓人？你自己想一想，吓不吓人？闵行区银杏广场集合，等半天来一大巴给你拉走，一上去签协议，手机还要没收。拉到荒郊野外，你不知道什么地方，给你关起来，开始先折腾2个小时，在那等半天，对吧？然后给你发一吃的，想放松你的警惕，然后开始折腾，一帮小丑上来给你们逗你们笑，对吧？搞到后半夜，凌晨1点了，困不困？你眼睛都不敢闭呀！再一睁眼，园区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来不及了嘛，手机都交了。所以不要嘲笑那些就被骗的朋友们，我是觉得，对吧？因为每一个身处骗局之中的人，不会觉得自己正在被骗的，他得被骗完之后回头一看，哇，全是漏洞，当时怎么这么傻呢？你想想看，你在那广场等的时候来了个大巴，你会觉得你要上当了吗？你不会，你就会觉得我先上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黑灯。喜欢黑灯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好了，这帮人已经完全放松警惕了，可以收网了，可以收网了。这不是演习。哇，这个不但是好笑，还有功德呀！这真的是纯纯的反诈宣传，这是。是，别人花了169万啊，然后这个买给他一个素材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担心这个是不是你搞？买剧本来着。他都这样了。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对社会来讲啊是功德。
对于咱平台来讲，我跟你说，下一次还有没有观众，我都觉得有点悬。您还是单纯，您就没怀疑过，您今天在这儿是我们所有人。我都觉得我跟他是同伙，你知道吗？演员，我们都是演员。对，所以你们小心点。这次黑灯完全没用他以前的盲人视角的这个方式来讲这个故事啊，这次是完全脱离开了。他跳出所谓的就是说舒适区吧，其实你放下了自己的武器的同时你就能捡起新的武器。这个特别棒，而且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儿？这是5月10号，这不就刚刚的事儿吗？对，1个月前嘛。天哪，真的什么事儿千万不要让这个脱口秀演员这个逮着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逮着迅速成段子，太厉害了。不要购买任何黄牛票，好的演出一定会返场。返场，对。那刘仁成也不是不好卖，刘仁成也挺好看的，但是总编剧牺牲了一下，就是大家去看小刘的奇妙冒险。黑灯，你才说刘仁成都自杀了。没有，我完全不在意，因为那梗是我想的。菜，我喜欢他骂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他骂我特别中听。哎，而且呢，还特别往心里去。但我觉得他说了有一句话也特对，就是你可能没遇到你的那真正的剧本，所以你会一直觉得什么都骗不了你啊。因为说实话，我说相声这么多年，一直觉得自己才是骗别人的那个人，因为我们在舞台上经常塑造一种骗子的角色，我也特别喜欢演骗子。然后就觉得自己应该不会被骗，但我们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不能再往下说了，感觉越说又要离这个被骗要不远了。不要立 flag。对，我没立，我又拔了，我又拔了。我觉得黑灯的创作能力太强了，这是5月份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你每次都有这么多的新的素材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就能让大家。然后刚才还纯的玩弄了一段观众，对，我就觉得很赞叹你的创作能力。那个玩弄观众是我老婆给我想出来哦，本来就不知道怎么收，后来就想了半天，我老婆给我出了主意，好厉害呀！就大家听到这句话以后松了口气，原来是假的。哈哈，你们还以为是假的吧？可以收网了。好，那我们谢谢黑灯。也请黑灯暂时来到休息区。哎呀，有一种真人超级玛丽的即视感。我是庞博，好嘞，到站了，先上车。我觉得黑灯很像郭靖的大师傅柯镇恶，看不见这个江湖，但是江湖在他们心里的那种大师元老。黑灯对我的帮助很大。去年一起演出，刚演完，他下来就开始给我段子做了指导，他把他的创作方法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。他还主动跟我说有哪些需要帮忙的，为了跟我说清楚，居然给我发视频，就他把这呈现自己演一遍。哇塞，他自己都看不见，他让我看见。他这个人不伪装的呀，嫉恶如仇，仗义直言。他甚至还出了一首说唱歌曲。说话全是梗的 OG， 讲笑话总有不变，微博都写不通顺建议。那接下来要上场跟黑灯比试的这位朋友，他是《喜人奇妙夜》和1年1度喜剧大赛的资深 sketch 编剧，我们掌声有请普拉斯。Hello。之前嘛，眼睛是比赛前一天才这样嘛，角膜炎啊，睁不开。先说一下我自己的眼睛，现在是一直写轮眼。喜剧之眼来自嘻哈，于博的签名应该在这吧。然后这里有只小眼睛是大木画的，这边有只眼睛是0.7画的，比较拥挤，上面比较拥挤位置。不后悔啊，没选他可能眼睛。这个问题我不全怪黑灯，反正他错已经有过2次了，这不是第1次了。对，我俩组合叫真善美，真善美，然后恶的那个给捂上了，用喜剧之眼挡住了恶，用喜剧之眼看他一眼，再 wink。
边的观众，再让这边的观众看一下我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普拉斯，中国 Sketch 教母。今天是黑灯 Plus 版。眼睛选对手之前还是好的。现在我和黑灯两个人凑不出一双慧眼。质疑黑灯，理解黑灯，成为黑灯。其实昨晚突发恶疾，角膜炎破损，然后发炎，现在睁不开眼。而且我本来的开场应该是大家看我这个样子，其实我身体很差。现在不用了，大家看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我身体很差了。前几年生了一场大病，急性胰腺炎，差点进 ICU。当时在北京出差，下不了床，我打电话给我最好的朋友周姐，让她来救我。人在生病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靠谱的朋友。周姐穿着拖鞋就出现了，她看见我整个人全成一团，烧到红温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的天，好大一只基围虾！”打车到了医院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如果一个女生生大病，医生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：最近有没有性生活？因为这涉及到治疗方案。医生问我最近有没有性生活，周姐说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说周姐，你让我回想一下。周姐说普拉斯，你那叫回味，根本不了解这个病。医生跟我说急性胰腺炎非常严重，胰腺是管胰岛素的。我还和他抖机灵，我说我知道，做人留胰腺，日后好相见。周姐帮我缴费回来，我跟周姐说，周姐我得了急性胰腺炎。周姐说我的天，厉害。我问他这么冷门的病你也知道吗？他说啊，我姥爷就得这个病走的。住院昏迷之前，我拜托周姐最后一件事情，帮我找一个护工，毕竟也不敢真的让他照顾我。他帮我找了整个医院的最后一个护工。当一个人成为最后一名的时候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那个护工太瘦小了，他扶我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还在扶着他。体温计也甩不明白，进我胳肢窝之前就是39度啦。而且那个护工有一个别的护工都没有的特质，浪漫 ，romantic。当时我从昏迷中醒来，他乌溜溜的黑眼珠盯着我。跟我打招呼说：“你好啊，我叫王翠云，王是3横榆树王，翠云是天边翠翠的一片云。”我第一次见这种自我介绍方式，我说我叫普拉斯，普是2点一个亚，下面一个日，拉斯是土司拉拉的一小丝。王翠云每天晚上9点就要关我们病房的灯，我们病房10点才结束查房。读书的时候都没关过那么早，而且我们病房那段时间得了健康文明示范病房。怎么会有一个病房得健康文明示范病房？就像不会有一个精神病院得精神文明建设精神病院是一个道理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关灯，王翠云说他不喜欢黑夜，因为离别总是在黑夜。他的浪漫注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我朋友来看我给我送的花，他会拆开一朵一朵的洗干净，插在我的床头和床尾。我就这么躺在那里，盖着白白的床单。王翠云说：“这样有没有睡得安心一点啊？”确实有安心一点了哦。他还好热心，不照顾我，但是照顾我们病房里面的另外3个人。说：“哎，你的点滴打完喽，哎，你要不要喝热水？哎，你该吃药了。”他管完你的，管你的，管完你的，管你的。他像我们病房的主理人。我朋友来看我的时候都问我，他说：“普拉斯，你是不是和他们 A 了一个护工啊？”王翠云每天下午6点要和我隔壁床的大姐出去散步看夕阳，说送太阳回家。他眼里没我，我现在眼里也没他了哈。整天想着往外面跑，我感觉我找的不是一个护工，而是一个老公。那段时间不仅仅得了急性胰腺炎，还得了焦虑性依恋。我看见王翠云，我就想问她，我们是什么关系呀？
你可不可以只和我说话？你可不可以爱我？恢复得很慢。我说病房好拥挤，他说没有啊，4个病人1个护工。我说有大象，他说在哪？我看不见。我说你当然看不见了，你是我们这段关系的主导者。有一天早上5点钟，他把我叫醒，说和我一起去死吧。我说我们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吗？后来我才听清楚，他说和我去做核磁吧。人在关系里面就是听不清楚对方说话的，而且我不理解为什么6点半的核磁他5点就把我叫醒了。我坐上轮椅的时候，我知道了他推不动我。我们从病房到负1层的核磁室坐电梯就花了30分钟，最后的1个小时停在核磁室前那个长坡下一动不动。我没有说话，他在喘气。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我们俩的关系降入了冰点，所以我一回头看他，他就朝我微笑。我一回头看他，他就朝我微笑。但是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我的都不特别。我说这个轮椅有这么难推吗？他说你先下来。我从轮椅上下来，他唰就把轮椅推上去了，然后又下来扶我。他扶我的时候，我还在扶着他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我拥有了可以进入婚姻的勇气。办完出院手续的时候是下午6点多，我走出去看见王翠云坐在那里看夕阳。我喊她，我说王翠云，她指着太阳说：“你看那颗夕阳像不像一颗乒乓球啊？”我不懂她的浪漫，所以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喜欢看夕阳。她说：“因为我们的医院在朝阳区，所以我在看夕阳的时候。”也在看朝阳。哦什么？哎，哦什么？这对我的病情有任何帮助吗？但是也许对于王翠云有，她是一个每天面对生死的护工，也许浪漫是她的圣经。最后我没有投诉王翠云。因为我普拉斯做人留一线。我这几年看到太阳的时候，我会恍惚，分不清楚那是夕阳还是朝阳。就像我人生中很多瞬间，我分不清楚我在活着还是在死去。住院的8天让我想到了很多。其实感谢王翠云，如果没有她，我5天就能出院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普拉斯，谢谢。喜欢普拉斯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你的这个整个这个段子，我觉得挺高级的。这个王翠云，你看大家都共情他，是因为普拉斯啊，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小人，所以当大家欧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拍那一下，就是这个点，我才慢慢明白，你是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小人，然后其实是衬托那个人的浪漫，但是那个人的浪漫，其实你早就读懂了。你懂我。但我怎么觉得他是真的生气啊？博哥，你也懂我。他就是有一股，真的就是一股还没有释放出来的一个能量跟气体在身体里边游荡。就是其实我觉得你那股气儿还没过去。对，你开始上来以后，我说这是都怪黑的，不是他有毒，我没选他，啥事没有吧？我们也都一直以为他这不传染。我觉得能把那个王翠云延展到婚姻关系，我觉得延宕的蛮有意思的。但是能感觉到你，就像刚才博哥没有那么消解，可能对，就是你好像还没有消解掉一些东西，有点拧巴的感觉。因为如果没有他，我真的能早出院很多。因为我生病的时候，刘洋也去看我了，他应该见过我那个护工。当时就是我们几个看普拉斯的人在照顾普拉斯。我特别想补充一句。他们2个人，一个遮着2只眼，一个遮着1只眼，好像5条悟在打卡卡西啊！
快假装，咱都得假装听懂了，然后笑，这是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说的是啥。火影忍者吗？不是。哦，你看，我不是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依然很清澈。其实我也是，我在最后临了的时候也一直在纠结，因为您在这故事里这2个主要人物啊，就是他都不是很容易让人喜欢的人，但是呢，哎，到最后整个这个结束一处理吧，我确实觉得，哎，还确实还真没落到俗套里，特像一些电影，就是到最后这事儿也没解决。好像你们期盼的这事儿，最后事情出现了转机，怎么样也没有，然后这事儿就这么了了。哎，我倒觉得我其实是抱着求教的态度，我是向您打听打听这事儿。出院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把王翠云微信给删了。他有点让我太痛苦，但是他浪漫的那一点又是很真实的，确实每天看夕阳、散步啥的，所以我觉得对，那他就不适合干这个行，是他适合做诗人。确实比较适合他，有时候就坐在旁边看书。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，我比较想写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，和不和解，我觉得可能也没那么重要。有点像，就大林说了，我这么感觉，有那么一点点像北野武电影里的一些人，就是莫名其妙出现在这个片子里，莫名其妙出现在这个故事里，给了主角一巴掌，也走了。啊，所以就等着我们观众去解读嘛。是，也让我想起来冯骥才先生有本书叫《俗世奇人》还是什么的，就聊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怪怪的人，然后他也没来头，也没去处，就截出来人生这么一段，就写在故事里。我觉得这个普拉斯塑造的王翠云也有这么点感觉。哎，我必须得说一下，王翠云不是真名，就是镜头前的大家，不是你身边那个做护工真的认识的那个王翠云。如果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普拉斯个人喜剧艺术加工。事情是真的吗？事情是真的，事情是真的，所以他就护工那一整段所有的综合事情都是真的。那一次对我生死观造成有比较大影响。我突发了一次，在典礼室里面从下午一直做到凌晨，做到很晚，然后旁边的人都来来往往，又走了很多人。到晚上的时候，就有一个老人就送进来了。10几分钟之后，你就看到一个装尸袋放在那个床上面就推出去，你就感觉死神就在你那个急诊室的门前踱步走了一下，就把一个人给带走了。你那瞬间，你就是在医院感觉离死亡好近。我也是从那年开始连续写遗书的，对一些人遗憾的话或者怎么样的，就相当于有的时候总结一下去年的事情或者怎么样，要自己葬礼怎么做，骨灰要安排在哪里，小猫要给谁托付，笑也是面对，哭也是面对。然后医生一进来说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都是谁的亲友？”他们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说：“哦，我是那个床位的二婶。”二婶，那个床是我。哦，对，床是2婶。这个好像。很多时候你自己撑不住了，你就会想让普拉斯还在撑。他跟你比，他都没有一个健康的胰腺。别说了，我流下了一泻眼泪。爱就爱，不要有慢动作。这个故事怎么解读都交给观众，交给读者了。那这场对决还是得有个结果。那个咱一只眼的福福这个黑灯普拉斯都是拿到气氛组的满票。那现场的观众最后会给出我们最终这组对决怎样的结果，请看大屏幕。恭喜黑灯普拉斯182票，很优异的成绩，但还是要暂时前往待定区。我先扶他上去吧，我先扶他上去。我们也恭。